欢迎来到 Rider ATS 气象台。今天呢是来到这个我们中国珠海，这个天色是有点昏暗，气温是介于22度到25度之间。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就是珠海 F1 级别的赛道啊，就好像我们马来西亚的雪邦国际赛道一样啊。那今天来到这个赛道是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试我身后这几台黑色啊，还有那个颜色非常漂亮的比亚迪 BYD Seal， 也就是海豹啊，这个即将在马来西亚发布的 Sedan 车型哦。我个人对这个车是非常的期待啊。然后今天更期待的就是在这边可以 try 到跑赛道的感觉。那现在呢，我们就是在等我们的主办方的安排好了过后，我们就会下场试一下，体验一下开这个500多匹马力的全电车款跑珠海赛道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啦。Let's go。影片开始前，就让我们来看一下70迈的最新产品70迈 A810。70迈 A810，它是一个支持拍摄 4K HDR 超高清的行车记录器哦，而且它的主摄镜头啊是来自 Sony 的 Starvis2 IMX678 的镜头，它是可以支持高达60 frame per second 的帧率哦。一般上电影院播放的电影都是24 frame per second， 而70迈的 A810呢，它是可以支持比它们高3倍的帧率啊，也就是说你在高速行驶的情况下，有一些车他们用高速切入你的车道，还是可以清晰的拍摄得到他们的车牌号码，还有他们的车的动态。所以如果发生什么碰撞意外的话，是更加能够保障整个画面的画质清晰度。除了前方非常好料的主摄镜头以外啊，在后方的镜头呢，还是一个全高清的 HDR 后方拍摄镜头，所以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它拍摄出来的画面是非常的高清的。AI Detection 功能还有超级夜间模式呢，这一次在A810上面也是搭载的哦。如果你要远程监控你的车的话，也可以买70迈的 4G Hardware Kit 哦。不管你去到天涯海角，都可以知道你的车当下的状况是怎么样。这一点真的太 good job 了。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非常好用的70迈 A810 的话，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还有留言置顶区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 A810 的价钱了啦。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非常感谢 BYD 把我们带到中国珠海赛道这边来啊！看到我背景这个就是珠海赛道的这个应该是给那些车队 parking 车的地方啊。然后这一辆呢就是 BYD Seal 海豹，我个人非常喜欢白色的海豹。其实刚才我们也是有看到黑色的，黑色也是很漂亮。然后白色这一台海豹呢，之前如果你们错过了我去新加坡国际车展拍的那一集影片的话，都可以点击影片右上角这边过去看一下。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边看的呢是一个将在马来西亚发布的，然后也是右驾版本的。之前我们看的是左驾啦，我们等一下去驾的那一辆呢，去 test drive 的就是右驾版本的。这一辆海豹呢，它这样子摆在我旁边，我觉得啦，它看起来会比 Tesla 的 Model 3来的更加大台。这个车头灯呢，就是很 sharp 尖尖的，然后旁边这边呢有一个这样下来，这个是 daylight 来的，是会亮起来的，里面是一个 projector 的 LED。然后这一台车啊，它的整个外观看起来就是很帅。如果是晚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条一条的线，好像 ambient light 这样子，它也是会亮起来的。白天就没有这样明显啦，晚上会比较明显。前方 bumper 还有很多个 sensor 啦，然后因为是白色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那些撞色的地方，好像这个 fender 这边呢有一个好像鱼尾巴这样子的，上面有写着 BYD Design 啊，它是没有导风口的啦，一个 plastic 这样子罢了。如果是你买黑色的话，就一坨黑啦，什么都没有。当然在车身侧裙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也是有一些折线条，设计小巧思啊。这个是买白色或者蓝色，其他颜色啊浅色系的车身就会看到比较明显，整个 dual tone 的 feeling 啊，一般上的 dual tone 都是在车顶黑嘛，这个就是在下方这边也有一些黑色的装饰。当然车顶整片也是黑色的啊，这个就是我平时买车回去啊，我一定会把它弄成黑色的那种 design。然后它其实是一个玻璃来的全景天窗，可是它不能打开。然后这一台车的尾灯呢，我个人很喜欢，我觉得 Tesla Model 3的尾灯跟这个比起来，这个真的是美很多啊。是从左边这样连贯去到右边，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BYD Seal， 然后这一台是一个后轮驱动版的，所以这里没有一个 AWD 的 emblem 啊。然后这个尾箱上面是没有尾翼，这个 bumper 我个人觉得很帅哦，它有一点那种 GT 跑车的感觉啊。然后在 bumper 的旁边也是有一个好像导风口这样的东西，可是其实是假的啦。这里有一颗按钮呢，按下去就是打开这个 bonnet， 可是这辆车我们没有办法解锁啦。然后现在其实是一个台风天哦，我们在中国珠海这边呢是遇到了一个3级台风，好彩我们的飞机是还可以飞的啦，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要 delay 这个行程了。据说这个台风会维持好几天，
天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在试这辆车的时候呢，将会是一个下雨的一个天气，顺便就可以来测试一下这辆车的稳定性。这辆车的稳定性呢，我自己个人是很有信心啦，因为之前我驾过 BYD 的几款车，好像 Atto 3啦、海豚啦，我们拿来跑云顶、跑10磅都有体验过它的驾驶体验了。然后至于这种 Sedan 车款呢，它的稳定性肯定是会好过 SUV 啦。然后比较可惜的是，既然是一辆 Coupe Look 嘛，然后它的动力表现也非常强。可是我们看它的轮胎呢，其实用的是一个 Continental Eco Contact Q， 一个比较普通的轮胎，它是属于一个街胎啦，但是平时街用肯定是没有问题。我个人也是很期待啦，等下赛道跑的时候，这个 Continental 的 Eco Contact 6驾起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 feeling 啊？不过它的轮胎其实还蛮宽的啦，23545R19，19寸的 Sport Rim 银黑多toned撞色的啦，然后有一个很大个的 4-port brake caliper， 还有打孔式的这个 disc rotor 是为了更好的这个制动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一辆静态的海报，我们现在就去完成今天的4个项目。首先，我们第一个环节就是这个 Slalom， 就是麋鹿测试，看到吗？哎呦，非常激烈的驾驶，而且这个地是有点潮湿的，因为现在其实正在下着雨。然后刚才我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一台车呢，它现在安装的轮胎是一个 Continental 的 Eco Contact， 它不是一个跑车胎，它是属于一个街胎。所以其实我很好奇，现在开这台车在上面跑的时候，feeling是怎样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把画面调转到等一下我们来跑这个一路测试的画面，体验一下操控感是怎么样的啦。Let's go。OK， 刚刚我们就结束了这个所谓的麋鹿测试啊。我觉得这辆车驾起来它的稳定性真的是很好啦。然后它的轮胎呢，其实是一个街胎来的，再加上现在有一点下雨这样子啊，那个地上半干不湿，这样真的是会比较滑一点点。所以我相信，如果是艳阳天，地上是干的情况下，驾起来那个感觉一定会更好。但是非常可惜，我们今天遇到了一个台风天，所以没有办法啦。现在我们来到了第2个环节，就是要来试这辆车的0到100，还有100到0。刚刚其实我们已经经过第1次的这个测试了过后不知道画面上有没有拍到这个时速表。这台车呢，因为它有500多匹的马力嘛，所以它在进行加速的时候，只需要3点几秒就可以从0冲刺到100。当然，在100过后，我们刹车的时候呢，虽然现在地上是有点湿再加上它的轮胎是使用一个普通的街胎，可是我们还可以感受得到，就是它的这个制动力还是非常的好。OK， 那我们再来做多一次，1、2、3，地板油门。这是一脚踏完的这个地板刹车，所以它的这个刹车距离，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安全感，尤其是刚刚的那个冲刺一般的内燃机汽油车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强劲的动力，除非它真的是一个超跑级别的汽油车。所以这一台比亚迪的海豹，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的满意。哇，现在的风真的很大，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他们的衣服全部都被风吹到乱七八糟，真的是很大风然后我也不确定我的收音是收到怎么样所以我就尽量的把我的这个麦克风装上了这个兔毛，然后把它藏在我的衣服里面，希望可以收出一个好的声音给你们大家。那现在我们在等的就是第3个环节，就是要做弯道测试。然后今天其实是有4个测试第一个我们是做了那个蛇形 Slalom， 然后第2个测试就是刚刚的加速还有减速测试，然后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弯道测试。接下来第4个就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跑 full track 的测试今天的天气看起来是不会转好了啦，这个台风希望它不要再恶劣就 OK 了。然后现在是有点冷，我们都穿上了这个衣服是由 BYD 提供的，非常感谢 BYD。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驾起来它的弯道测试表现怎么样Let's go。OK， 刚才的那个体验觉得好像不是很够，也还没有什么机会把那辆车一下子
踩到镜，然后就要停车了，然后就要转弯了，然后就回来了。我是觉得除了刚刚的那个 traction control 有介入，我是觉得它如果不要介入可能更好。那我可以给我的车顺势的那个屁股出一点点，然后我再开油，就这样啦。我们等一下再来体验过更加完整的这个赛道，感受一下到底表现是怎么样啦。Let's go。OK， 现在来到就是这个 full track 的试驾环节。在试驾之前呢，我们要做好 safety 这个安全的东西要做好来，所以我们要戴套，这个是一个头套，然后我们会选一个 helmet， 然后下去试驾这辆比亚迪的海豹。然后这一次哦，这个试驾活动有点特别，因为遇到了一个台风天。刚刚我以为这个雨会小一点，没想到这个雨越来越大，所以要用这个刚刚我们测试的同一款的轮胎来测试这个雨天呢。我个人是比较怕啦，但是刚才我们是有经过 instructor 的一个教程，那个 instructor 呢，他做到的时间，他的 best lap 是2分钟15秒，那我就要看一下我现在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时间。雨天哦，他是艳阳天，我是雨天，所以我比他慢是很正常的事情啦。先给自己买一个保险，Sekali 等一下3分多钟就很丢脸了。好，我们现在就上车体验一下珠海赛道的测试体验 ，Let's go。OK， 刚刚已经经过了那个试驾环节，非常可惜啊，在试驾的时候呢，我的这一台相机啊，我就忘记按它拍，然后其实我们出去试2圈啊，也拿不到时间，是为什么呢？因为第1圈出去是不算时间的，所以第1圈出去，我的那个 Race Chrono 的软件是不算时间的，然后它只可以让我用来熟悉一下整个赛道，但是其实在一些模拟器上面我已经有跑过这个赛道了，所以还算 OK， 没有特别的生疏。可是，在第2圈的时候，为什么拿不到时间呢？因为第2圈在结尾之前，我们就要 slow down， 就要进 pit 了，所以也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如果要试的话，3圈会比较好。那中间那1圈就可以用来做时间，好吧？反正也没有拍到，就只有拍到一个前面的画面这样子，就凑合着看了。然后它的雨天表现，因为刚刚我驾的是一个 all-wheel drive 版本，双马达的，所以在进弯出弯的时候，就算雨天，在踩下电门的时候，它还是有一个很好的抓地力。当然，这台车如果是我买下来的话，我第一件事就是把它的轮胎换掉啦，换成一个 performance 轮胎。好了，今天的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们想要看到我接下来再测试这一个比亚迪的海豹的话，一定要在影片下方打上来，那我就会去告诉 BYD， 给他们知道有很多人想要看我对这辆车做深度的测试，尤其是我要把这辆车开进10棒，我一定要让它在马来西亚10棒雪邦国际赛道里面留下一个数字。那这辆车我觉得2分47秒没有问题 ，OK？ 那接下来就拭目以待了。今天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也是有点长，也是有点啰嗦。喜欢我的影片，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小铃铛一定要跟它嘟下去，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的每一部非常精彩的影片了啦。我是阿豪 ATH，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啦 ，Goodbye。